将军，我愿意将宇文银细转、千亩良田以及历城宅院全部捐给阴阳府，只求将军准我入军籍，守阴阳府，平叛灭匪。宇文家的产业，你能做主？宇文家83口已尽数被屠，如今只剩我一人，能做主的也只有我。宇文成都是你什么人？傻子打坏了老子的瓷器，还敢嘴硬！今天不赔3贯钱，老子就烫死你！昭儿，昭儿，救我！住手！娘，别怕，有儿在，没人能动你。昭儿，妈给你买到糖葫芦了，快吃。半日前，他还在家里答应过，绝不会乱跑。前世，我是军校学员，这一世，我成了宇文府最不值钱的庶子。一碗毒饭，要了前身的命，也让亲娘变成了痴傻之人。偷窃府中财物，还敢狡辩！带着你那个傻娘，滚出宇文家！下毒诬陷，赶出家门。主母没有给我们留活路。臭小子，有没有认真吃饭？让我找到1颗米就打烂你的手心。娘，孩儿吃得干净。这才是娘的好孩儿。等娘洗完碗，带你买糖葫。两世为人，这是唯一真心疼我的人。他就算傻了，也是我娘。隋末将乱，天下英雄并起，没有家族庇护，没有家族庇护，想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只有军功一条路。入军务，正军饷，立军功，给娘一个安身之所。昭儿，娘收拾好了。娘，上街以后跟紧我，不许乱跑。娘都听昭儿的。快上步兵！娘，你在这里等我，等孩儿入了军籍，就给你买糖葫芦。好呀，娘乖乖等昭儿。等昭儿。名字、年龄、祖籍、年人口、家中口。宇文昭，16岁，家中还有一个母亲。宇文府的庶子，你当不了兵，滚！我年纪、身体都符合募兵标准，凭什么不能参军？让你滚就滚！你这辈子都别想进阴阳府。宇文府主母的弟弟就是阴阳府对正，他娘俩前些日子被赶出宇文府，听说还中过毒，有气对正压着，他怎么可能当得了兵？原来连募兵处也有他的人。废物东西，有七对正在，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现在动手只会连累娘，但齐军不让我参军，我就去太原。你起事的时候还伸不到李渊面前。娘等昭儿，娘不乱跑。糖葫芦，又酸又甜的糖葫芦，给昭儿买糖葫芦。糖葫芦。什么人？娘。不是我，是他自己靠上来的。赔不起就去见官。
你们娘俩，一个傻子，一个被宇文府赶出来的废物，进了大牢可没人捞你们。拒绝我参军，我刚离开募兵处，娘就被人做局。这不是碰瓷，是有人不想让我们活着离开历城。看来你是死活不肯赔了，给我打！娘，站在我身后。昭儿，他们人多。前世，儿就是在死人堆里练出来的。他们人还不够多。这废物居然这么能打！敢动刀，果然是气势派来的，想置我于死地。哎呦我的娘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碰瓷不成就要动刀杀人，当真没有王法了吗？真动刀啊！吵什么吵？当街斗殴还有脸喊王法？军爷，这小子打碎我的瓷器，还躲着人干，你可得为民主啊！宇文昭，打碎人家东西不赔钱，还聚众行凶，要么就跟我们去衙门走一趟。你们不在募兵点当差，换了便装来管这闲事，未免太巧了点。少废话，给你2个选择：赔钱还是蹲大牢。小后生别急，这钱我可以借你。小后生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我是李氏钱庄的李员外，看你是个孝子，给你个机会。哦，怎么个借法？看在宇文府的面子上，我也不跟你算重利科账，立个字据，3天内还清5贯钱就行。3天还不上呢？还不上啊？那就自愿到我李家做工抵账。当然，等你父亲回来，愿意拿钱赎你也可以。昭儿，我们不要借钱，娘不吃糖葫芦了。行，3天就3天，拿借据来吧。痛快！你敢对我动手？动你怎么了？赶紧的，印拿来，我签。这下好了，本来只是赔钱，这下得罪了李员外，怕是没好果子吃了。好，好得很。3天后，我等着你来还钱。5贯钱。昭儿也吃，甜。 3天时间，其实步步紧逼，想让我低头也好，那就顺着这局走下去，总会有办法破局。要说这历城最近最火的，还得是吉水码头上的宝船。秦老板的戏那叫一个绝，前排戏票都涨到2贯1张了，可不是嘛？听说达官贵人都专程坐船来听，一票难求啊！可惜了，也就唱些旧曲子。要是有新戏文，那还得了？秦老板嘛，来钱的路这不就有了？娘，你在家好好待着，别出门乱走。昭儿出去一趟，回来给你带糖糕吃。娘听话，昭儿早点回来。蝶侣的故事这时候还只有民间传说，没有成型的戏文。我把往后流传的版本改一改，写成唱词，就不信打动不了那位秦老板。小哥麻烦了，我有一篇戏文，想劳烦转交秦老板。哪儿来的贫寒小子？秦老板也是你想见就见的，一边去，别碍事。小哥行个方便，若是秦老板看得上，必有重谢。行吧，我帮你递上去，能不能成，我可不敢保证。你在边上等着。多谢小哥。老板，外面有个少年递了篇戏文，说是给您的。什么阿猫阿狗都来递戏文，就说我不在，让他走吧。是宇文府的3公子宇文昭，
就是前阵子被下毒又被赶出府的那个庶子。宇文昭，那个传闻里不学无术的废物。千古传宠深深爱，山伯永恋鹰牌。后面呢？怎么只有半篇？秦姐姐，这故事好动人，她怎么不写完呀？去，把人请进来，我倒要看看这个宇文昭到底是不是传闻里的废物。是。你就是宇文昭，这半篇《梁祝》是你写的？回秦老板，是在下改编旧文所作。说吧，你把后半篇藏着，想要什么10贯，后半篇全本，连同后续的润袖排演，我都一并帮你弄好。大胆！区区半篇戏文也敢狮子大开口！来人，给我插出去！插出去！走走走，敲诈敲到我们红楼头上来了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好家伙，价都不还一下，这姑娘脾气也太暴了。慢着，10贯钱够寻常4口之家过3、4年，一篇戏文要这个价，确实高了。戏文是慰藉人心的东西，情爱更是无价。我看公子也不像贪钱之辈，若是有难处，不妨直说，何必用坐地起价的法子，糟蹋了这么好的故事？姑娘说的是，非是小生贪财，实在是家中老母需要照料，今日又遭地痞讹大，被逼得走投无路，才出此下策。我本是宇文府庶子，遭主母下毒陷害，又被污蔑偷窃赶出家门，万般无奈，才想着变卖戏文换条生路。是小生孟浪了，今日叨扰，告辞。你5贯，这戏文我要了。9贯，插出去。7贯，不能再多了。成交。剩下的戏文呢？钱货2亿。你姑娘诚心，感谢。小哥可以啊，看来是得了我们秦老板的青睐了。多谢小哥通融，在下宇文昭，日后若有用得到的地方，只管开口。好说好说。怎么会写的这样揪心？哭什么？早知道不该给你看，还说呢，7贯钱就这么给出去了。往常买戏文最多几百文，就不怕被骗了？这样的故事10贯不多，100贯也值。何况就凭宇文氏这3个字，100贯我也愿意给。就你鬼精，那小子还以为占了大便宜呢。小姐，都查清楚了，宇文昭的父亲是宇文绍，乃是北周宇文洛的孙辈，算起来是前朝红旁支血脉。说他是庶出，从小在府里就不受待见，半个月前被主母欺世下毒，生母痴傻，又被诬陷偷窃赶出了府。还有一事，听闻宇文绍2个月前出门行商，4天前突然传来噩耗，说是死在归途反贼的手上。这天府里正设灵堂呢，妻室一直瞒着消息，怕是等尸首运回来分家，半分都不会留给这母子俩。难怪他急着要钱。嬷嬷，你这几日跟着他，看看他怎么应对。是，若是他遇险，老奴是否出手？不必，他若是连一个妻室都摆不平，那也不值得我们留意。若是此子真有本事，咱们再收了他也不迟。小姐，老奴回来时还见着一件怪事。宇文公子下了船，没回自己家，反倒去了青石街，敲开了张寡妇的门。昭儿，你回来了。娘快看，我买了好东西。糖，好多糖，好甜啊！昭儿，这是青石村张寡妇家的糖，当年咱们去城隍庙上香遇着野兽，是她男人救了咱们，还教过我射箭打猎。如今她不在了，
我留了些钱报恩。这红糖带着焦糊味，口感粗糙，要是做成雪白的白糖，甜度能翻3、5倍。红楼宝船那2位定然愿意出好价钱收，等做出白糖，换了银钱就凑够盘费北上晋阳。唐国公李渊在那里招贤纳士，积蓄力量。14岁的李世民正是该崭露头角的时候了。昭儿说什么都好。昭儿，你往糖里撒灰干什么？浪费东西啊！娘别急，等会儿给你变出雪一样白的糖来。雪一样白。哇，真的变白了！成了。甜，比红糖甜多了，你太厉害了！两世是为人，这才是家的味道。娘，这包你收着，心里慌的时候就吃一颗。昭儿最好了。开门！姓宇文的，以为躲着就能赖账吗？开门！来的还真快。你敢躲？大清早砸我家门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借了李员外的钱，想赖账不还？我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！我跟李员外的账，轮得到你来多管闲事？再在我家闹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哟，口气不小啊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怎么还想打人不成？我告诉你，宇文昭，今天你要是拿不出钱，就乖乖跟我走，入我李家贱籍，世代为奴。连官差都找来了，戚氏这是铁了心要把我踩垮，可惜你们要失望了。宇文昭，看见郑军来了还不乖乖服软？你这种庶出的废物，生下来就该入贱籍，省得在外面丢人现眼。看什么看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拿不出钱，今天就乖乖去李府当一辈子佃农。宇文昭，白纸黑字的借据在我手里，你躲不掉。没钱就跟我走，少不了你一口馊饭吃。走开！不许碰我昭儿！真是没用，一个封建妇人也怕，赶紧动手！滚开！谁说我没钱？5贯钱，一分不少。想拿钱没那么容易。别抢！那是我们的钱，你们别抢！什么你的钱？天上下的钱，见者有份儿。我看你总共也没几百文，也敢在这充大款？抢得挺开心啊！知道大业律里聚众抢钱按什么罪算吗？大业律的聚众抢钱以强盗罪诉处，为首者无论数额多少，一律绞刑斩首。从犯案情节轻重，或流放或处死。抢钱途中伤人者，不分首从加重惩处，重者立斩，轻者流配3000里。哪想到是收了李员外200万钱的废物术数，居然能精准背出律法条文。两位官爷今日带着这么多人闯进我家，莫不是要怂恿百姓抢劫我孤儿寡母？真闹到郡守那里，二位的差事还保得住？严重了！我们兄弟2人是巡街路过，见这里聚众喧哗，特意过来维持治安，绝无怂恿抢劫之意。住手！谁再敢捡一个铜钱，立刻抓回衙门，按强盗罪治罪。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你敢！再敢乱动，先把你抓起来顶罪。有劳二位做个见证，这5贯钱是我偿还李员外的欠款。好说好说，5贯钱足称足量。李员外，把借据拿出来吧。马站着，这借据不能改。
你说还钱就还钱，我倒要问问你这钱是哪儿来的？我没偷没抢，来路干净，轮得到你管？大伙儿都听听，他一个被赶出府的庶子，带着个疯娘，前几天还靠街坊救济，怎么可能几天就拿出5块钱？不是偷的就是骗的。二位官爷，这小子手脚向来不干净，说不定是犯了大案，赶紧把他抓回衙门审问，说不定二位还能立一功。宇文昭，跟我们走一趟吧，把钱的来历说清楚。王麻子，再敢血口喷人，我撕烂你的嘴！怎么，被我说中了？我看啊，指不定是哪个娼妇倒贴给你的钱。有这种好生意，你给老子介绍介绍啊！你他妈谁呀？敢打老子！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张三，红楼宝船秦老板手下搬货的。你有种冲我来比划比划！宇文少爷3天前给我们秦老板写了戏词，秦老板赏识他的才华，赏了7贯钱。你也敢编排？再敢嘴贱污蔑红楼宝船，老子打断你的腿，丢济水里喂鱼！不敢不敢，是我眼下，是我胡说八道，我错了，我给您磕头。哼，宇文兄弟，我今天出来采买，碰巧路过，本不想打扰，没想到听见这狗东西排我们红楼，实在忍不了。多谢王兄弟仗义出手，不然今天还真要被这几个小人缠上。客气什么？这种仗势欺人的东西，打了也就打了，以后再有人找你麻烦，直接去码头找我。钱我还清了，借据已毁。从今往后，谁再敢来我家闹事，我的拳头不认人。是，两清了，两清了。宇文公子，多有冒犯，我们这就告辞。昭儿，你看，石念下面还有。宇文兄弟，有件事你恐怕还不知道，你父亲宇文少4日前在归途中遇了反死，已经没事。府里这几天正是灵堂哭魂，尸首2天后就运回来。到那天，就是分家家的时候了。什么？失手了？是，夫人，王麻子没办成，红楼宝船的人插了一手，那小崽子拿出7贯钱把债还清了。我就说姐姐你太心软，换我直接叫人一刀宰了那个小畜生，哪来这么多事儿？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啊！他一个身无分文的庶子，怎么会搭上宝船？这钱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天衣无缝的局，那个小畜生到底是怎么破的？回夫人，听说他写了一篇戏词献给宝船的秦老板，得了7贯赏钱。戏词？那个废物庶子居然还有这种本事！哟，我就说吧，姐姐你心慈手软，这才几天，人家要带上红鼓楼的高水枝了。再等些2天，你那短命男人的尸首就运回来了。那小畜生要是真去灵堂守孝，按律分家，他那份你不分都不行。还有之前说好送我弟弟7远的那条街，姐姐可不能打折扣。他还指着那片生意不服呢。管家，奴才在。传令下去，今晚就动手。我要那个小畜生死，让王麻子利索点，多少钱都无所谓。事情办砸了，就把他沉到济水里喂鱼。奴才明白，这就去安排。昭儿，你看，好多钱。娘，想不想吃肉？吃肉？今天我给娘做红烧肉，又香又甜。我要跟昭儿一起去买肉。菜市路远，娘在家乖乖等着，我去就回，就心烦了我给你留的白糖。娘听话，昭儿早点回来。拴好院门，谁来都不许开。不开，昭儿说了，谁来都不开。你们是谁？
小哥是要做红烧肉吧？这是我家秘制的炖肉料，拿去用，下次常来照顾生意就行。多谢老板。滚开！都给老子滚开！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多谢小哥救命之恩。没事就好。多谢小哥，多谢小哥。我是苏记布庄的掌柜，敢问小哥贵姓？免贵，姓宇文，单名一个昭，凤巧路过而已，掌柜不必客气。宇文小哥，大恩不言谢。我让伙计拿几匹好布，你务必收下。那过2日我带母亲过来，给她做一身新衣服。放心，给柳氏夫人做衣服，我肯定用最好的料子，手艺也是咱们历城顶好的。娘！娘！娘！有人闯进来了！东门外城隍庙，过了时辰，就来给娘收尸。欺世王麻子，敢动我娘一根毫毛，我让你们所有人血债血偿！疯婆子，敢咬老子！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行了，跟个疯子置什么气？留着他当诱饵，等他儿子来了，有你出气的时候。杀个废物就能赚5贯，这买卖划算。等那小子上来，我先打断他的腿，再一根剁了他的手指头，等他跪地求饶的时候，再一刀砍了他的脑袋。不许杀我昭儿！疯婆子，找死！差不多了，戌时快到了，人该来了。想死没那么容易。老鼠拖到布帘后面去，留口气，等他儿子来了，当着他的面慢慢折腾。麻子哥，那小子不会不敢来吧？他是出了名的孝子，抓了他娘，他爬也得爬来。得罪了戚夫人，他今天死定了。什么人？宇文昭。冷丽如打够了。搞活了！废物！小崽子，我看你是找死！
说，我娘在哪儿？在后面，布帘后面。去死吧，小畜生！我要杀了你！你跟你那个疯娘都得死！戚夫人不会放过你的！聒噪！娘，娘，你醒醒，儿来晚了。昭儿，你来了。娘，你撑住，我带你回家，我给你做红烧肉，给你买好多好多白糖。昭儿不哭，娘这辈子有你就够了。还记得你小时候跟在我屁股后面漫山遍野跑，一边跑一边喊娘。那时候娘就想，我的昭儿长大了，肯定有出息。我以后肯定带娘过好日子。昭儿，吃糖，甜了就不难过了。甜的，可除了舌尖，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暖的。娘，死了好，那个疯婆子早就该死了。小畜生，你也别得意，戚夫人迟早。你干什么？你还敢杀我？不要杀我！你娘不是我杀的，我什么都没做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谁派你们来的？是王麻子，是他拿了钱找我们来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问你，出钱的是谁？是戚氏，宇文府的主母戚夫人，是他让管家找的王麻子，说要在城外杀了你，不能留活口。帮你娘也是王麻子的主意，说你孝顺，肯定会来。你什么都知道，留着你有什么用？怪物，杀人！赵哥，赵爷爷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是戚氏逼我的，都是他让我干的，我没碰你娘一根手指头，我有钱，我把钱都给你，求你饶了我，我真的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。赵哥，赵爷爷，别杀我！我给你当牛做马，我学狗叫，我，张嘴也行，我使劲扇，都是戚氏那个毒妇害的我啊！他让我干的。你只是帮凶，不是主犯。是，主犯是戚氏，他怕你分家产，想独吞钱粮地产商铺，留给他2个宝贝儿子，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没错，戚氏才是罪魁祸首，他该死，他全家都该死，还有齐俊、戚家，他们不杀我，我迟早也会杀上门。这条路是他们自己选的。别过来！你不是主犯，我不折磨你。杀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今日我宇文昭在此立誓，此生必杀戚氏满门，血债血偿。城隍庙有动静，这么晚了，谁会在这破地方？
是白天那2个衙役。杀3个泼寒还有转换余地，要是杀了官差，整个历城县都会全面缉捕，到时候只能落草成寇，复仇就遥遥无期了。娘，孩儿不孝，先委屈你在这里待几日，3日之内，我必踏平宇文府，让齐氏和所有害你的人都下来给你赔罪。真是闹差事，白天没捞着油水，还惹了一身骚。谁说不是呢？那宇文昭哪像个废物，律法背得比顾捕还溜。赶紧进去瞅一眼就回城。鬼啊！哟，2位官爷，这么晚了逛到这山庙里来，莫不是约了相好的来这儿共度春宵？张三，你在这鬼地方干什么？别提了，我们船主的猫小黎跑丢了，命我出来找。那猫就爱闻香火味儿，我找遍了山脚，只能来这儿碰碰运气。要不2位官爷也进来帮我找找？找到了，我一人给20文辛苦钱。谁稀罕你那俩破钱？滚滚滚滚！别在这惹事儿，出了事儿拿你是问。慢走啊，2位差大哥。乖乖，这手笔也太大了，这么多血，清理起来可麻烦了。嬷嬷，湿寒入体，心悸受损，脉搏气息都没了，救不回来了。这宇文昭倒是个狠角色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撑过7世这一关。嬷嬷，湿寒入体，心悸受损，气息脉搏全无，救还是不救？扶他坐起来。嬷嬷，救活了！哪有那么容易？他体内本就有余毒未清，又遭了殴打惊吓，浑身进了冷水，遇上倒春寒，湿寒化了寒毒，钻了经脉，心悸已经破损开裂，活不成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只是用药吊住了他一口气，用真气暂时化了体表的寒毒，可经脉损了，没有奇药慢慢温养修复，他撑不过今晚。先带上他回宝船给小姐看看，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。秦老板手里肯定有好药。明日衙役发现城隍庙的尸体，第一时间就会查到我头上。当务之急是把自己从这件事里彻底摘干净。王妈妈在此时直言死，坏蛋在心帮奏我娘报复，正好可以当动机。3天38术家丁护卫，杂役丫鬟数十，再加上7世母子，硬闯死拼肯定不行。哼，你不是怕我分家夺产吗？好，那我就用这个当突破口，送你们全家下地狱。开门！求求你们开门！我娘不见了，有没有人看见我娘？大半夜鬼哭狼嚎什么？
再吵老子打断你的腿！自己看不住傻娘，吵我们有什么用？求求大家，帮我找找我娘吧，她不会自己乱跑的，求求你们了。哎，那不是去黑市的方向吗？听说黑市什么消息都能买，他不会是想去买他娘的下落吧？说的好像谁不知道，城外马匪跟府衙都有勾连似的。你们发现没？宇文家那小子自打前天半夜回来，就再也没出过门。往常这时候早领着他傻娘上街晃了，可不是嘛？昨儿我起夜如厕，还听见他院里传来咚咚的闷响，怪瘆人的。我看啊，他那傻娘多半是找不回来了，指不定人受了刺激，躲屋里发疯呢。是宇文昭。所以从黑市回来之后，他就一直躲在那破院里，没再出来过。是，小姐。前晚我们清理完城隍庙现场，把人救回来，再赶去小巷时，他已经从黑市回来了。之后就闭门不出，没半点动静。他走南闯北这些年，见过的世家子弟、青年才俊多如过江之鲫，可从没一个人像宇文昭这样，整个人像某一层雾，完全看不透。秦姐姐，傻娘她还有救吗？秦嬷嬷用药吊住了她一口气，可她体内余毒未清，心肌受损，寒毒钻了经脉，情况很不好。其实也太狠毒了！好好一个人，要是我父亲在，定叫他不得好死。其实是过分，可你哥哥要是在，也不会让你掺和这些事的。他的根结在经脉里的寒毒，脑子里还留着当初下毒的余毒。要救人就得即闻经脉，即生吞即白。想彻底治好，就得两边同时下手。姐姐不是说过冰魄草吗？冰魄草确实对症，船上也有价无市，就算是渤海秦家也没多少存货。就这2天用掉的量，拿到市面上至少20罐。而且这不是一次就能根治的，得长年累月用它温养，慢慢清毒修复经脉。就凭船上这点存量，最多再给他续1个月的命。拿出如此珍贵的个药材去救一个庶子的傻娘，投入与回报根本不对等。若说宇文昭他价值，或许他江神的身手这下奈，在这乱世里，反倒比一条人命更有用。进来。小姐，宇文昭来了，就在船下，说有要事求见您。哦，他这个时候来做什么？难不成又来卖戏文？奴婢问了，他没说，只说要当面跟您谈。走，去书房见见他。我倒要看看这神神秘秘的小子又在打什么主意。真是稀客，前几日卖戏文赚了7贯，尝到甜头了。这次又带了什么故事，想来我这儿再捞一笔。故弄玄虚，这是……这是什么糖？怎么是白色的？白糖，甜度胜红糖5倍，无半分焦糊苦味。说的神乎其神，我倒要尝尝。这糖你有多少？我全要了。好甜，怎么会这么甜？失礼了。宇文公子，这白糖怎么卖？日产多少？供应难不难？只要你给我秦家独家供应，价格随你开。秦霜太清楚这白糖的价值，一旦问世，必然风靡天下。无论是积攒世家人脉，还是赚取真金白银，都是无可替代的利器。这白糖不卖。欲擒故纵，坐地起价，还是想借秦家的势力对付戚氏？不卖。那宇文公子想要什么？总不会是专程来送份样品逗我来吧？小小年纪，心眼倒是不少。想借秦家的事，
就得做好被反利用的准备。白糖不卖，只要秦老板帮我送一封信。就送一封信，就能换白糖的独家供应？没这么简单。说吧，还有什么条件？今晚亥时再拆开信封，按信中内容按时送到指定之处。若能做到，白糖的完整制作之法，我双手奉上。他本以为最多是长期供货合作，万万没想到对方竟要把核心制法直接送出来。不错，只要秦姑娘如约送信，制法便是你的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此信亥时之前绝不能拆。你可知这白糖制法流入市场是何等滔天暴利？就这么轻易送人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在下愿以此制法结交秦传主。公子高义，书信必定准时送达。日后公子但有难处，红楼秦氏绝无二话。哎呀，忘了告诉他，他娘还在我们船上。不急，现在还不确定秦家能不能源源不断供上冰魄草。若是给了希望又让他失望，反倒比不知道更伤人。张三。即刻动身，日夜兼程，送往渤海秦氏家主手中，不必多言，送到即返。是。姐姐，他明明说了亥时才能拆，一个毛头小子罢了，我岂能被他牵着鼻子走？这个宇文昭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有意思。嬷嬷，还要劳烦你跑一趟，跟着宇文昭，他的一举一动都报给我。是，若遇险境，老奴是否出手？关键时候保他一命，他要是死了，白糖制法岂不失传了？若今夜他的计划能成，此人便有资格入和月盟的资助名录。你让我找程威送信，我偏不。姐姐送你份大礼。这废物怎么来了？快去通知管家！站住！府里办丧事，闲杂人等不得擅闯。你，这是宇文家三公子，不是说他是个任人欺负的窝囊废吗？这气势可淡点不行。大胆！你敢在府门前撒野！恶奴欺主，大呼小叫，打死你都活该！住手！反了你了！竟敢在府门县行凶！你个奴才有什么资格跟我动手？也敢欺主？你，大胆狂徒，敢在宇文府闹事，拿下！家父宇文绍辞世归府，我宇文家第三子宇文昭回家吊唁，守灵尽孝，天经地义。我看哪个恶奴敢拦！谁敢阻我孝子哭丧，便是弑主恶奴，我当场打死，也没人敢说半个不字。主仆有别，弑主是杀头的重罪，没人敢担这个罪名。
别急，有的是机会给你报仇，到时候可别不中用啊。宇文昭，你这个畜生！你早就被赶出府了，有什么资格踏进来？滚出去！你个废物也配来哭爹？再敢闹事，老子打断你的腿！护卫，把这疯狗给我轰出去！我姓宇文，是宇文家第3子。你妻室不过是主母，家父在世上长且轮不到你当家。如今家父心丧，你更没资格赶我走。孝子守灵是大隋公序良俗，你当众驱逐孝子，不让我拜祭父亲，是何居心？吵什么吵？姐夫失口未寒，你们是想闹得他走不安是吗？你也是，哪有主母赶孝子的道理？你们当哥哥的，弟弟回来奔丧，哪有喊打喊杀的？兄友弟恭都忘了。你也是，灵堂肃穆，有话好好说。来人，给三公子拿香来。这个小畜生怎么突然跟变了个人似的？王麻子那边也半点消息都没有，人到底死哪儿去了？还有他那个傻娘也跟着失踪了。慌什么？人都送上门了，还怕收拾不了他？我倒有个主意。妹妹快说，今晚戚远巡城，子时前会过来吊唁。他可是北面阴阳府的对正，手下管着50号兵，让他动手，神不知鬼不觉。这让戚远丈出手，会不会耽误他的仕途？姐姐就是心软，等过了今晚，让这小楚上莫名失踪，谁能查到戚远头上？他那个傻娘不也失踪了吗？到时候就按个盗窃抚金金银、畏罪潜逃的罪名，死无对证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我这就让丫鬟去给一传信，让他子时前务必赶到。这次可别再磨叽了。晚辈去趟净房，稍后便回。哼，真是懒人屎尿多。走吧，等戚远来了，你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你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废物就是废物，守灵都守不安特。得罪了主母，还敢往后院跑，真是找死！本来今晚不该他当差，就因为大少爷斗蛐蛐输了，拿他撒气，才把他派到这鬼地方守门。哟，这不是三公子吗？不在灵堂跪着，跑后门来干什么？想偷偷溜走？想出去也行啊，从我胯下钻过去，钻的爷高兴了，就放你走。以前在府里，他没少欺负这个庶出的三公子，只当今天也能戏耍一番，出出气。你。好重的血腥味儿，宇文少爷果然好胆色。杀个恶奴祭刀，府里的杂役护卫交给陈帮主，灵堂里那4个留给我。好，老子就喜欢你这股狠劲儿。等干完这票，钱财宝物随便你挑，老子收你做义子。多谢帮主器重。传闻果然不假。马匪和官府早有勾连，不然这么多带刀亡命徒聚在后巷，怎么会没人盘子？小子够狠，合老子胃口。等干完这票，府里财物随便你挑，老子收你做义子。多谢帮主抬爱。
在他们的固有印象里，这位庶出三公子还是那个任打任骂的废物。废物，跟我走！马飞来了，拿你去换老子的命！到死都没想明白，往日任人欺凌的该阳，怎么突然变成了索命的厉鬼？杀人了！三公子杀人了！娘，怎么办啊？马飞真的在杀人，好多血！舅舅怎么还不来啊？他再不来，我们就死定了！怕什么？马爷就是来抢钱的，给他们钱就是了。拿了钱，他们自然就走了。这50号兵马上就到了，到时候这些反贼一个都跑不了。姨母，刚才我听见有人喊，那个废物也在杀人，不会真的是他吧？怎么可能？以前我冤枉他偷东西，撕了他的书，把他的饭倒在地上踩，他连屁都不敢放一个，哪敢杀人？他吓得都就是个窝囊，跟他那个贱人一样的短命相。等马匪走了，再好好收拾。主母、姨母，两位哥哥，原来你们躲在这儿啊！我娘还在下面等着你们，下去陪她吧。你们让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都是他们撺动。弟弟，都是娘逼我们的，我们一直把你当亲弟弟啊！下毒全是娘的主意。好万顺，姨母一直向着你，都是欺视这个毒妇，是他要杀你们母子，我劝过他的。大当家，您真要收这小子当义子？这手段也太狠了吧！听着像是斧子砍骨头的声儿，这小子年纪不大，心性也太残暴了。残暴，老子就喜欢这样的。像我陈拐子当年第一次灭门，也才10几条人命，这小子83口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这小子将来必成大事，现在就是差个契机。哼。而老子就是这个契机。大当家，府里其他人都清理干净了。那还用说，老子亲自出马，半个活口都没留。以后跟着老子混，齐州地界没人敢动你。多谢大当家，兄弟们死伤不少吧？这点伤亡算什么？都是自家兄弟。行了，把府里的金银尽然都搬出来清点。毛头小子就是毛头小子，心狠是够狠，就是太蠢，敢跟我陈拐子借刀杀人，这辈子没摆脱我。屠满门的饼乖乖当我的傀儡。宇文昭，我陈拐子也讲义气，你就是我陈拐子的义子。大当家为我，大家为我。我还有一个请求，说什么要求，老子都答应你。我想借你项上人头一用。这干什么？给我砍死这个小畜生！敢逼我们大当家，找死！这是什么邪门功夫？畜生！老子劈了你！啊！